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吠陀占星的每周预测时间。如果你前2年或者今年上半年过得不太顺心，那么这一周很可能就是转机的起点。在接下来的一周，整体地球能量正在切回稳定模式。这是一周的行星日程，这个行星和星座的位置关系，我们是按照吠陀占星标准的恒星黄道排列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未来一周的时候，行星的变化都是比较稳定的。简单看一下上周的铺垫，5月14号、15号的时候，太阳、水星先后进入金牛座。金星进入双子座，这3个行星天然的距离就非常近，是日常生活与经济变化指标的重要标志。它们逐渐向木星这个方向靠近，距离土星也是越来越远。这预示着近期整体的地球能量都转向更稳定的状态，人们会逐渐恢复到日常那种开心、幸福、快乐的时候。加上水星和金星在此期间互相交换星座，双子和金牛主星交换，这是经济向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既然整体大行星都偏向于稳定，我们这一周就主要关注月亮的变化。从日历表上看，对于我们东半球来说，下一周的月亮星宿几乎都是在白天切换的。也就是说，大盘虽然稳，但日常节奏并不慢。整体而言，在下一周，过度休闲放松会错过许多的机会。我们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应对更快速的变化。在周一的时候，月亮位于一个符号是牛车的星宿，这个星宿的字面意思翻译过来叫做朱红者，这是代表繁荣的星宿，寓意着向上的、充实的一种态度。这个变化发生在周一，将会非常有利于事业的发展。你所有的付出在今天都会看到明显的回报，然后月亮会继续转向到下一个被称作鹿首的星宿，这个星宿会让人体验日常生活中放松的感觉，会激起人们的探索欲与思考欲望，大家会开始觉得生活出现不错的盼头，尤其是在周一下午和夜间的时候，对生活上的探索都是有利的。这种情况持续到周二早上，然后会进入到下一个名字叫做清新者的星宿，这是风暴洗刷的象征。这个星宿会带来一些摇摆与变化，特别是和金星一起作用在双子座，经济领域的波动是有的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周二到周三，在金星和木星临近作用下，这也在预示着情感发展非常好的时期。在周三的时候，月亮来到一个被称作无限者的星宿，这时候月亮所在的位置主星是水星，同时日主也是水星，然后会马上去到月亮的归宿星座巨蟹座，这是短暂冲破木星与北焦点罗侯三合的一个小时机。这一天适合你去做一些人生下一阶段长期规划的启动仪式，可以试一下把你想做的下一个大目标写下来，然后思考一下，在周三这天可以做什么最小的动作，把这个目标正式启动。比如说，你今年想读一本书，那么你在当天就算很忙，也要尝试去找到书单，定下你想阅读的那一本书。那么今年完成这个目标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哦。但是要注意一点，在今天所做的决定一定要经过一些深思熟虑。一旦做成功，未来的收获是非常可观的，因为这个星宿的寓意是箭筒，就是古代装弓箭的筒。这个筒里面会装载你的武器，然后你可以用弓箭击中你意想不到的猎物。但是所有的一切收获都取决于你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准备，你的未来的收获可以无限大。也就是说，下周三就是一个上弦待发的日子，弓拉的有多满，未来射的就有多远。在周四的时候，月亮将正式进入到名字叫做滋养者的星宿，这个星宿的寓意有奉献的意思，它会鼓励你去创造一些事物，分享给他人。恰巧当天的日主也是木星，所以这一天可以适当去许愿，分享好事。这种行动会吸收木星和星宿的吉祥能量，带来名誉和声望。周五，月亮进入一个形态是蛇的星宿，确切来说是叫做拥抱者，这是一个非常会识别形势变化的星宿。我们可以看当天的星历表，红色的代表当日形成的特殊天象组合，主要是日主和月亮、太阳的特殊组合，分别代表死神瑜伽和乌鸦瑜伽。虽然这2个组合听上去吓人，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。这通常也会被称作是审判之日，尽量不要去做有风险的事情。比如这几类事情建议挪到后面几天，或者移到下周再做。签署重要合同，敲定大额合作，最好不要做大额投资决策，特别是冲动型买入，也尽量避免出远门，做高风险的户外活动。但换一个思路来说，这一天其实非常适合去接触一些灵性事物，比如去悼念祖先、拜神，或者与一些猫猫狗狗小动物接触。总的来说，不需要太紧张，追求稳定与坚定的发展是周五的关键。周六的时候，月亮会进入到一个叫做伟大者的星宿，这个星宿就是一个宝座，国王的宝座，但上面坐的不一定是国王。我们看过很多历史故事，国王不一定伟大，平凡者不一定渺小，这个宝座星宿也是这个含义。可以从星盘图看到，当天月亮与南焦点在一起，而这一天恰好是初7和初8，这个时间段的月亮能量非常协调，整体的星盘结构都位于一个和平的状态，没有凶性星的合相，没有日月的相互牵引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这种恰到好处的能量持续到周天，所以放松享受周末吧。周日，我们可以看到周日的行星来到初8、初9的时间点。虽然我们农历是标注初8，但是根据月亮精确来算的话，月亮会在早上的时候就转到一个第9个划分部分。那么这个部分会让人容易变得焦躁、争强好斗。当天的日主太阳也是这种性格的，只要尽量避免这种无谓的争吵，那么这一天都会平安愉快的度过。总结来说，2026年第21周是一个稳中藏机、箭在弦上的一周。大行星的格局给我们铺了一条平稳的路，但月亮带来的日常节奏并不慢。如果你想抓住这一周的能量，请记住3个关键点。
第一，周三是本周最重要的一天，这一天是箭筒满弦的时刻，适合做长期规划的启动仪式，把你想做的事写下来，给它一个开端，未来回头看，可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第二，周五要收紧，不要冲动，这是一个清理日，一个非常具有灵性的日子，尽量把重要决定、冲突摊牌、高风险动作统统挪到周五之外。第三，周末的能量结构非常平和，尽情享受吧。